嗨，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禮拜的超認真少年頻道，我是你的阿宅師，愛家的好男人。這幾年網購氾濫，你是不是很多東西買了之後就後悔，不買卻很不甘心？你就一鍵購入給他點了下去，被很多廣告的名詞、很多網絡、很多 YouTuber 們洗了腦之後，買東西買了下去之後，發現竟然是個爛貨。誰推薦的爛貨？我們應該沒有了，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覺得用得不錯，日本原廠、百年企業，或者是我真的超愛。身為一個製造背景、工業專長的我，你是不是很常會看到許多東西看起來很酷，但是買了都卻沒用，或者是它規格寫的亂七八糟，你從來也看不清楚、看不懂。標題寫着解放雙手啊，一鍵搞定啊，智慧家居啊，買回來之後，智商稅啊。所以今天我就選了幾樣，就是網友有以前告訴我說，為什麼我們都不拍這個，或者是有一些我試過、我買過、我從來沒拍過，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爛貨，然後也不跟大家做一個防雷的標準。回到機械跟工業的原理上，教大家分辨一下什麼樣的東西就是你要小心，什麼樣的東西其實現在可以買。首先進到第一個。滑鼠就是你的一雙翅膀，超音波清洗機。你知道，在我們工厂跟我們那個生產鏈上，我們很常會用到超音波清洗。因為超音波清洗它的原理就是它不會傷到東西的表面，你不用在那邊刷嘛。然後呢，你把一個東西丟進去，如果這個東西是細微到像我們很多機械的小零件啊，或者是像一些眼鏡啊，或者是你看到一些很多機械表、手表的清洗啊，很多人都會用超音波清洗。於是我的家人有一次就在我的公司，然後看到我在用超音波清洗的時候，他回家馬上就幫我訂了這個東西，超音波清洗機。這東西多方便呢！我跟大家講哦，你只要後面有一個 USB 插進去，然後把它放到水裡面，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滑鼠的東西，它就會在整個水槽裡面造成超音波的震動。而超音波的震動的原理是什麼呢？它的核心原理呢，就是叫做空时現象。也就是說呢，利用超音波通常產生20K 赫茲或者是到400K 赫茲之間，在通過液體的時候呢，它會產生交替的高壓跟低壓，然後這樣子一直循環，一直循環。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液體裡面呢，就會產生出數以萬計的微小氣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真空泡，在裡面壓縮，然後就嘣，在裡面產生小小的爆炸。藉由這個小爆炸一張一縮，在你的整個水槽，在你的液體缸裡面呢，把一般的這種電力，然後轉成為電信號。總而言之，它呢就像是放進去這個水裡面，它就會產生震動。讓水裡面髒污因為這個震動被震掉，所以就看我們很多工廠，我們就丟進去，然後那個東西就原本很髒嘛，那個油污啊、油脂啊，然後啪這樣去洗，然後於是我的家人就突發奇想，他說以後我們餐盤都不用洗，我們只要放一個水缸，把餐盤都丟進去，然後再把這個小滑鼠丟到水槽裡面，它就會產生油水分離，不是分離。震動，油污全部都會乾淨。好，結果果不其然，這個東西我告訴大家，當天我的家人就是在我的手旁邊拉了一個延長線，就是說我跟你講，你看很神奇哦，這個打就那開始震動。然後我媽就旁邊看着他，就是說等他那邊震，不如我自己洗。不知道震很久吧？照理論上來說，它的確是需要一點時間的。照理論上來說，的確可以清除油污的，沒有錯了。照理論上來說，的確是有一點功效的。實際上，它其實有2個必要條件。一個就是水的溫度，你要洗得乾淨。其實水大概我們要把它設定在50度、60度之間。你知道50度、60度是什麼概念嗎？你洗澡水，你有沒有洗過熱水？你洗下去，衝過你也修，你幹嘛臉很燙的那種，有沒有？45度。而且怎麼可能一直維持在50、60？工業類的那個，我們都是有維持一個恆溫嘛。在家裡就不可能啊。不可能嘛？燒水了。不可能嘛，對不對？所以當網購出現這個東西的時候，你上網查，超音波清洗機的確是有這個理論存在的哦，的確是有這個可能的哦。但是條件一就是你家的水槽不可能維持在60度的高溫。你如果在那邊煮到60度的高溫，你在那邊壓住也洗乾，壓力的不如干洗的喝。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其實你在我們那個水槽裡面，它不是一般的水，它其實是一種界面活性劑。你要加界面活性劑，同時再把溫度控在50度、60度之間，才有用。所以你如果当你今天在網絡上看到有一個就是看起來很像小滑鼠，他跟你說放到裡面，你就會變成超音波清洗機，聽起来很棒，對不對？你不用買一個很大的機台，你只要再把你的那個水槽裡面放滿水，然後把這個丟進去，它就高溫清洗了。沒有，當你丟下去，你就發現你只是把一個跳蛋放在水裡面，它就在裡面一直震動，一直震動。就直接拿進去啊！其實如果你把它買回來，你也不一定要拿它來當成那個用了，它還是有別的功用是可以用的。這很貴嗎？700塊吧，100-200塊吧。我不知道在這個如果是換在另外一個產業上是不是便宜還是貴，這我不知道。所以總結上來說，超音波清洗機在工業工程跟製造業裡面的確是有這個東西是可以用的。但是你如果在網絡上看到類似這種，就是一個小滑鼠，然後就能夠拍出告訴你說這個碗盤可以洗得多乾淨，或者是你可以清潔多少東西，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爛貨。垃圾。這東西可以團購嗎？
團購個屁哦！這個什麼小垃圾，你媽團購什麼東西？我不是垃圾桶。第二個，你曾經在網絡上買過的智商稅裡面，是不是有包含這個東西呢？你喜歡會震動的東西？電鑽清洗機。大家如果是我們曾經在我們初期的時候的觀眾，就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就是有把那個馬桶刷啊，然後日本就有人賣後面是那個六角頭啊，然後在電鑽上面這樣子鎖，然後可以拿來刷馬桶啊，刷什麼的。當然我們不是第一個講出這個想法的人，但是呢後面就開始有很多的店家或3C產品的品牌他們就開始製造这種居家用的電鑽清洗機。它的原理其實就跟我們以前的電鑽一模一樣，就是前面有一個頭，但是以前我們六角頭這麼小，它六角頭這麼大，它就是要回到就是像一般居家能夠使用的，讓你在手在清洁家裡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洗手台啊，或者是馬桶啊、洗碗啊，還有什麼洗鞋子啊、過年打掃的東西啊，就不需要手一直這樣子。因為我們適逢在这支影片上片的時候，大概就是過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這一次的智商稅裡面，我們大概也會挑了幾個跟過年相關的東西，清潔打掃。它到底有沒有用呢？也是有的，就是呢，因為它畢竟還是會旋轉嘛，然後它就是會除掉了以前我們所說的電鑽扭力太大的問題，或者是有些人以前真的就是拿那馬桶刷綁在電鑽上面，然後這樣子轉，然後轉一轉就甩到臉這樣子嘛。但是它這個一樣回到它的問題，就是它太短了，所以當你在刷馬桶的時候，可以曬配蓋的規個手東西這樣子。然後再來它還有附幾個頭，比較軟毛刷的頭，讓你可以深入這個死角。有這麼大的死角嗎？你講到重點了，死角沒這麼大，而且發現你要進到這些死角的時候，你的手根本也卡不進去。你倒不如去那個無印良品買這種小刷子，就是因為日本人做這種小東西，就是可以讓你清潔一些小細節，清得很乾淨嘛。所以我們在用機器的時候，我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為了大面積的清潔嘛。你就發現這個尺寸好像大面積，你倒不如用高壓清洗機去洗。小面積，哎呦洗不太乾淨，又壓給。但是你如果拿來洗馬桶，你得碰在鬼去東西。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買了之後，然後自己洗了幾次。唯獨我覺得它拿來洗鞋子非常好用啊，洗鞋子白布鞋啊。Bad boy, bad boy。當下你覺得這東西看起來好方便，哇，這個現代改良版。然後買回家之後，你每天都在想說，我到底可以拿它來洗什麼？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你買了一個東西，被網絡上的人說服了之後，買下來之後回來說，我到底可以拿來用什麼？才不會讓我感覺在家裡很蠢。因為我家裡有請那個清潔阿姨嘛，打掃阿姨，我給打掃阿姨放了一盒，我說你可以用這個。2年來打掃阿姨從來沒用過。然後我有一次看到打掃阿姨在用的時候，她要拿來洗一個那個袋子，然後她可能洗到一半，然後就沒電，打掃阿姨就變成這樣子，當個手柄這樣子刷。它通常也是做一些小頭啦，就是用一些像比較粗的，有那種氧化系的這種，就是像是粗的菜瓜布，然後或者是一些能夠讓你拋光一些小瓷磚、大理石面。但是我覺得它的番號都不是這麼正確，所以我勸大家還是不要自己拿來拋光。好，那當然來打蠟還可以，就是汽車打蠟，你不要用這個粗糙面的，因為我覺得粗糙面還是你需要有點技術的人用。它很小，要打很久。摩托車。所以我想到了這個東西，它其實是用在給小資族學生啊，就是我們在過年前就大家會一起集合嘛，一起洗車，然後投10塊錢，然後一次充3台車，最後大家會這邊擦車子，然後打蠟。哦，這個時候你拿出來的時候，哇，你看我可以拿這個打蠟啊，可以這樣子。你幫他想到用錯，我幫他想了一個使用方法。會員，如果你有學生第一個留言的告訴我，聯絡我們 IG，我就把這個送給你。希望你可以把它發揚光大。我那時候買多一組新的頭了，他拿過去的頭是新的，沒有洗過我馬桶的。男生是不是都喜歡買這種小垃圾？這不是垃圾，這是沒有在打掃的人會買的東西。就是比較少愛打掃的人，你會覺得哦，它可能很好用。然後你給專業的打掃阿姨的時候，阿姨都覺得這東西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小智商稅，說不定對大家還是有用啦。但是可能我就會覺得，我要麼就是拿那個工業的打蠟啊，或者是高壓清洗洗啊。不知道對誰有用，我還在找。來找我們的東西即將要越來越有用了，因為這個接下來這東西我覺得蠻酷的，我也蠻推的。廚餘機，廚餘機到底是不是這個智商稅呢？這基本上是在這1-2年的網絡上討論就是最火熱的一個話題。因為大家會想說，我要丟廚餘，我倒不如把它冰在冰箱裡面就好啦，我直接把它包起來丟在垃圾車裡面一起丟就好啦，反正沒有人檢舉。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別的縣市，就是沒有在抓這件事。當然有一些人是住大樓，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住透天，他懶着想要每個禮拜都去追垃圾車，去追那個噴頭。但是廚餘機到底是不是一個智商稅呢？請聽我解釋。首先，你看這台其實不是到很新啊，不是到很新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台應該是我用的，然後我用一陣子。今天早上呢，大家要講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直接把它倒出來，完全沒有洗，就直接帶來這裡了。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洗嗎？因為我快遲到了。
其實，在這1-2年，就是包含就是有許多縣市政府的補助啊，然後或者是再加上就是很多品牌做了很多廚餘機啊，但是很多品牌的廚餘機，然後都会有一些出現一些 bug， 或者是都出現一些就是大家所提到網絡上的問題，所以一樣，身為這個工業工程製造背景的我，然後來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樣類型的廚餘機比較能夠避開這些雷點，跟它到底是不是一個智商稅。首先你要先回到為什麼你要廚餘機，为什麼我要花我家的電去做噴呢？其實你可以把它回到一個就是自私的想法，跟一個大眾的想法。大眾的想法就是說，其實，在工業裡面濕黏的東西，或者是在垃圾焚燒的時候，越濕越黏的東西越難處理，它所要耗費的能量會越大，所以就基本上你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去的時候，它其實就是掩埋嘛，不然就是燒嘛。那掩埋就會有沼氣，按它來燒的時候，它就要花費非常多的能量，或者是非常多的碳排。就很像我們曾經有拍那個什麼廢水回收嘛，你要處理廢水，哇，超貴很麻煩。但是你如果可以把廢水把它蒸餾成就是乾的廢棄物啊，跟乾淨的水，我操，那就是容量節省啊，你公司的錢也省了很多啊，然後我們就被恐嚇了。廚餘機大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這種大眾 ESG 的概念，就是它其實為了環境也很好，然後你也不用每天追垃圾，每天追垃圾车，沒有，每天追垃圾不是大眾的想法，這是自私的想法。所以我們來第二種自私的想法。你講到重點了，人都是自私的。我今天我花錢買這東西，我就是為了方便嘛。以前就是我媽3點半一定在那邊等垃圾車倒噴，因為我媽每天來做菜嘛。你只要看過我們頻道的話，你看以前台資源台哥來啊，我們員工辦尾牙啊，吃東西啊，或者是我媽當主廚啊，菜的那個量她根本就是一個制造噴的專家。因為它東西也很好吃啦，做菜還是會有一些菜根啊、骨頭啊，而且還會有人吃不完，就變噴。就你們啊，就你們吃不完啊，就是你們永遠都是每次都我媽的菜，你们就吃不完。煮太多了。沒有，我們家就是要讓大家吃飽，這是我們傳統家庭，就是客人來，我們就是給他起個霸，跟他起低廉，來給他起個零。動不了，你家廚餘很多。我媽她就是可以把那一天晚上的廚餘，明天變成一個新的菜，就是不是這樣。媽，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一天晚上的剩菜，把它變成明天新的菜。好比說，中午是沙拉，下午它會變成炒菜啊，或者是今天下午就是那個整隻雞，明天就變成是魚皮羹裡面加雞肉。就是我媽就很厲害，她有很多這種想法。但是終究最後的最後，利用還是會變成不能用嘛。好，自私的想法就來了。我不想等垃圾車，不等垃圾車，你可以不要等啊，你可以放在家裡啊。臭啊。沒錯。自私嘛，我們就是不想要臭嘛，丟到別人家，看會被告吧，會被打吧，一直往下倒啊。所以呢，就為了我不要每天為了等垃圾車倒噴，我要需要改變我的行程。原本我要運動，原本我要倒噴啊，原本我要跟人家去約會，還要回家倒噴。今天我要上個瑜伽課，還要回家倒噴。明天我就要出國了，要這邊等倒噴。好煩啊！很下感嘛，那你又不能把噴，然後拿給你朋友說，你幫我倒一下明天的噴。所以在這1-2年之間，的確大家就發現了，廚餘機很重要。尤其不是住大樓的，其實住大樓的也蠻需要的。我是住大樓，但是我還是有用，我覺得蠻棒的。我連坐電梯下去我都懶，所以我就可以每天出門的時候跟着乾垃圾一起這樣丟掉。講了這麼久，因為人的自私，還有許多人的大愛，所以產生出了這個廚餘機這幾年的新產品。但這幾年的廚餘機為什麼到現在我們都沒拍過呢？其實因為網絡上很多人講的廚餘機的 bug 啊，其實我都知道。它雖然說從國外就有，但是台灣的飲食習慣跟台灣的環境狀況、追垃圾車的文化，我們跟很多國外還是不太一樣的。其實有蠻多的牌子曾經有問過我們，但是我都還是會回到一個機械設計的概念上。我覺得可能沒有這麼樣的，可以更好。對，還可以更好。我先講了，我沒用過全世界全部的品牌但是只是曾經就是我都覺得，還可以更好，還可以更好。回到工業工程原理，什麼樣的廚餘機才不會變成智商稅呢？第一個解決的問題就是如此的簡單暴力，加一個烘鍋。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廚餘機什麼東西都可以丟進去，就什麼東西都可以攪，但其實是不對的。你如果是把整個全聯購物中心裡面，除了福利熊之外，裡面的大骨，還有裡面的蛤蜊殼，其實就是不能丟的，所以你就會發現有很多廚餘機為什麼它刀片會壞掉啊？為什麼它的那個內膜會壞掉？但是我總不能我今天在倒噴的時候，我還要把大骨，還要把蛤蜊殼，還要把福利熊拿出來，就麻煩。就海鮮會臭嘛，蛤蜊你如果丟進去又很臭啊，那我丟搞，我買了一個廚餘機，結果我又不能丟蛤蜊殼，那我為什麼要買廚餘機？不是，是你為什麼要買蛤蜊？不能吃蛤蜊，也不能吃牛排。對，所以你看，簡單這個的設計就厲害了，下面是攪的，上面可烘乾。其實會臭它也是有2大原因，就是當然就除了裡面的生物發酵，就各種的細菌，然後再來就是它濕會產生非常多的問題。不要講好了，危險。有沒有想講點什麼？還是算了。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就把大骨跟蛤蜊殼，你就可以把它分離放在上面，它就可以把它烘乾，就不會臭。然後下面呢就可以把它攪，把它攪碎。好，然後接下來
回到機械設計的原理上，你要怎麼樣看它能不能用呢？你就可以看刀片，刀片是至關重要。基本上所有的廚余機裡面，就是大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攪碎嘛。為什麼要攪碎？就是我為了要把這個體積縮小，然後把它變乾嘛，把它拿去变得可以丟在你的居家垃圾桶裡面啊，然後讓它不會臭啊。大部分的都是用暴力攪碎，就是暴力攪。暴力攪它當然最後目的還是讓它用碎了，但是你就會發現有蠻多的問題，就是有些人要換內鍋就被刮傷了，刮亂七八糟嘛。這也是曾經我覺得就是這個設計沒有這麼好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子。你的塗層當它被刮傷的時候，你就會很容易沾黏，就是髒東西在裡面。然後接下來你要注意2個東西，一個是刀片的材料，以這個材料設計上，大部分都是用阿魯米但是這個有加不鏽鋼，所以呢，當你的研磨方式，首先第一個，你把大骨跟蛤蜊殼分開了之後，你在下面刀片在攪碎的時候，它就不會傷到你的那個內壁，而內壁也有分別哦。光是內壁這個顏色，不管它是什麼白色、黑色、黃色、咖啡色、棕色，就是你要看的其實不是顏色，而是它的塗層是什麼。還有材質。OK， 還有材料，很好，果然是拍片拍了5、6年，還有材質，你有買過嗎？那是要的，我都用你的。什么用的？尤其是公司，就是你們会在公司用餐的公司，我真的覺得可以買，才不會那個公司那個噴很麻煩啊。公司裡面就放一個小廚餘機，因為它那個縮小的比例非常大，內壁的材料跟塗層關係到你以後要不要常常換它，或者是常常洗它。我買了這個牌子嘞，陶瓷塗層，跟鐵氟龍完全不一樣。因為有些人都會覺得鐵氟龍反正我不是拿來炒菜，又不是拿來吃，但是它的那個硬度還是有差，硬度。陶瓷塗層的硬度比較高，但是成本又高一點，成本就貴了一點。本身它的表面如果硬度比較高的時候，你的東西就會比較耐刮，比較不容易壞，不會就會回到可能常常要換內鍋啊，或者是你常常用要丟掉這樣子。畢竟我們頻道從以前到現在推坑過大家很多好的東西，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都有一個重點，就長期主義，就是我們寧願買一個好的東西用久一點，然後呢不要去買一個什麼大家講很便宜啊，現在很紅啊，然後但是你買的都是丟在家裡就沒用，就變成一個爛貨。你倒不如就是買一個像我們之前那種太北傳3代、陀飛輪傳3代廚餘機。我不知道可以傳幾代啊，可以都傳幾代也蠻厲害的，所以要傳到幾代也蠻累的。所以總而言之，所有廚餘機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把你的食物跟你的噴把它磨碎、烤乾，然後跟除臭嘛，讓你的家裡面不會有很濃厚的味道。所以你看這一堆像肉鬆的東西，這個是我家裡吃這連續5天全部的噴，我每天倒，我每天也都沒有倒，我就是連續給它弄個5天，因為正常來說應該其實2、3天你就把它拿起來倒掉了，因為人家都說才不會有味道。那你知道我這樣連續弄了5天用到超滿你知道有味道嗎？還是有味道啦，還是有味道。我想要給它試到一個爆炸滿的時候會什麼味道？不過那個味道是一種，你看我現在打開，你有聞到這個裡面有味道嗎？聞不到，會有一個辣舌味，我都開始懷疑肉鬆到底是怎麼做的。我那個時候第一個想法是說，難道肉鬆就是用這樣做出來的嗎？然後我們就被恐嚇了。他們這台機器的設計就是整個機子在裡面烘烤啊，然後下面碾碎嘛，你就會在裡面去做一個內部的循環，這個熱能跟這個空氣。然後我是一路吹到第4天還是第5天的時候，我才會覺得，哎呦，我有聞到肉鬆味哦。那前幾天的時候，你是基本上是完全沒味道。你只要不要放在房間裡面一邊睡覺，然後放在旁邊一邊烤的話，基本上你是不會有感覺的。那你知道為什麼它完全沒味道嗎？為什麼？這個時候我該跟你推薦一下這個品牌了。這個時候你應該看一下這個上面的 logo， 上面是寫的什麼樣的名字了。Clean Station。Clean Station，Clean，它做什麼的？大家還記得嗎？做空氣清新機的。做空气清新机的開始來做噴桶啊，想必空氣清新機已經沒市場了，是不是？現在是已經市占率太高了嘛？所以那個時候我才自己會覺得很有趣，跟我用完的時候我還覺得難怪有道理。他們其實是就自己研發設計，然後自己開模具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以前我們拆過整台那空氣清新機的時候，它其實有掌握到。空氣清新機裡面有幾個非常大的重點，一個是密封性，然後一個是過濾性，所以他們是做空氣清新機能夠做到把那個 PM0.3 吹出來，然後是到0的那種。你知道我現在家裡有幾台嗎？6台。你家很大是不是？沒有，我就別的家有3個家，一個家2台，就我爸我媽嘛，然後我自己的附中啊，這樣子6台。公司的還不算，還有加上我表弟，就是他們買房子我送他，然後我朋友搬新店我送他，就寧願買一個貴的東西，然後用好用，然後覺得這種東西棒，你也不要去買那個便宜的小東西。下次可以送這個真的比較便宜一點。這個空氣清新機他們那個頂級的是真的很頂，價錢也蠻頂啊。這個就屁事多了，因為現在都還有補助嘛。其實整個政府他們也發現了，就是我們很常就是要處理這些大眾廚餘，加上垃圾車要開到你家附近，花的這個碳跟油錢跟整個工費。再加上燒，還有掩埋，還有處理那些噴，然後再加上有那個豬瘟的問題嘛，大家也開始鼓勵，就是家裡有廚餘機。這個牌子的廚餘機，你是不是想說它是不是能夠當空氣清新機？
這是不可能的事。不要想了，這個世界上沒有這麼棒的事。它有幾個就是回到機械設計上，我覺得可以跟大家講的概念。後面這個。活性炭，這個從一開始的結構設計就跟大家有點不太一樣。你看到我這個能夠拆下來，這個風道是可以洗的，就是有很多那種廚餘機最後為什麼那個臭味的原因，其實是你那個風道會殘留那個味道。然後再來是它的這個可以洗，活性炭盒可以換，也可以洗。它連下面的那個風扇馬達也可以洗，就這樣子2顆螺絲拆下來也可以洗。比較酷的就是說，它這間公司它是有那個機械概念的，所以它在設計東西的時候跟在使用上的時候，它就可以除掉一些以前就是發生過的一些痛點的問題。然後接下來就是你在以後清潔的時候，你如果今天廚余機你覺得什麼會壞掉，大不了就是壞掉了，那你就換一個零件就好了，就跟掃地機器人一樣，就把这個零件拆下來然後換就好。所以就是後面的零件可以拆洗。上面的网子可以拆洗，內桶它也可以拿来拆洗。除此之外呢，它其實有一個我覺得在機械設計上蠻酷的，就是它有一個活氧的系統。活氧呢，它其實有很強的氧化性，這個東西它能夠直接破壞細菌的細胞壁，把臭味的分子分解掉。所以當你沒有細菌的時候，也比較沒有臭味。這種技術我們常常在工業廢水的處理非常常見，而它呢，就是真的把它縮小，然後把它放到這個小小的系統裡面，跟那個超音波清洗機不太一樣。垃圾。而如此複雜的行程，然後再加上你又要除臭又有臭氧，又要破壞那個細菌的細胞壁，你是不是想說它一個行程做起來的電費一定很貴？做一個行程智能控制，因為它可以偵測裡面的溫度和濕度的變化，然後去抓就是它的行程要大概多少。我們自己做跟它上面的說明書，大概就是你跑完一個行程大概1度電。现在多少錢？看你如果今天你是家裡是分段用電，像我家裡是分白天晚上的，晚上我可能就不到2塊錢吧。当然你放在營業場所的話，那可能營業用電就5塊錢，就比較多一點。或者是你如果今天是放在農村，太陽能發電超省電。是不是聽到我陀飛輪的聲音？看到沒有？好東西一表傳三代。不過講了這麼多好話，總要講一些壞話。你知道，其實廚餘機最大的問題就是糖、甜、稠，就是那種高纖維啊、點扣扣啊，這也是曾經讓很多廚餘機直接報銷掉的一些食品跟食物。在機械的結構設計上，他們在轉到如果今天卡住的時候，它會反轉。當機器偵測到堵住、轉不動的時候，會自動退60度，然後再前進。看哦，不是嗎？硬就是硬轉，然後馬達不夠力啦，就是很多人都在講說什麼馬達不夠力，馬達不夠力，什麼誰比較有力，這都不對，其實就是正轉反轉而已。就是你只要設計它卡住了，它會反轉，它就可以減少很多就是你裡面的軸承壞掉的問題。你看台灣還是有很多很棒的機械設計的工程人的，工業人才不一定要去台積電的，你可以做廚餘機。沒錯，也可以做空氣清新機。其實有非常多東西都可以發展的，因為很多的機械設備跟設計上，其實本來就有很多的問題可以去解決的。當然，不管是你的工廠在世界各地或在哪個地方，但是我覺得台灣的人，他們對於機械設計的概念，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厲害的人會想要去把它變得更好，因為台灣的市場而去設計跟改變。所以它是不是智商稅就跟真的有沒有解決問題有關？对你講沒錯，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稅，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符合這個地方的，就是人事時地物去解決當地人的一些問題。不然在國外用得好好的，然後在台灣就大家被人家罵得像爛貨一樣，或者是這個東西它可能是國外直接原裝進口到台灣的時候，它其實就比較不符合台灣的飲食習慣，那就會出現連帶很多的問題。那接下來就看，台灣有沒有哪一個廠牌，好比說做高爾夫球的啊，做球鞋的啊，還是做什麼紡織的啊？他說我們一起來做個廚餘機吧。所以回到，如果今天你真的還是要處理這些很高纖維的東西，然後除了它本身設計可以正轉反轉之外，還有一個小撇步，我這個跟大家講，你的廚餘不要全部都丟掉，就下面留一點點，可能1/3吧，或者是留就是1/5之類的，你就把它先放在它墊底，它那些比較黏、比較稠的東西，它就會比較容易被烤乾。那另外一種就是我自己非常常用的，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副總吃飯是可怕，就是桌上會有很多的微博你最後你還是要拿衛生紙、拿那個抹布去擦。有了這個之後呢，我就大概把我們擦嘴巴的衛生紙跟那個副總桌上的那些，我就直接用衛生紙擦一擦包起來，然後直接衛生紙丟進去，因為衛生紙也是纖維，它是紙啊，蔡倫造紙啊，你知道嗎？就是所以它丟在裡面的時候，它反而能夠可以幫助你就混合高油脂的那些廚餘，或者是比較難去烤乾變成糖葫蘆硬的東西作為吸收，所以也會比較好做你又方便，對不对？或者是你有在喝咖啡喝茶的你都可以丟進去，把那些渣丟到裡面去。反正總而言之，你就想全聯裡面除了福利熊之外，基本上你只要丟法正確，你都可以丟進去。大骨蛤蜊也都可以嘛，就是放
應該基本上沒有啦。如果我到現在試起來是沒有啦。如果真的網友有試到，真的覺得全聯裡面有什麼東西不能丟的，再告訴我。好了，總而言之，這是我們在今天這一集就是使用買過了很多東西的智商稅裡面，然後我個人是覺得蠻推薦的一個東西。台灣的品牌，然後他們自己設計改良了非常多，就是市面上的問題。在這一集，就是我们也想要就是能夠鼓勵台灣的很多工程啊、機械設計的人，他們能夠多做這樣子的嘗試，這樣產業才會越來越好嘛。如果是我們長期的觀眾，然後或者是你有用60塊錢加我們頻道會員的朋友們，然後你都可以在會員裡面，然後拿到一個超棒、超低的折扣價。因為過年快到了，你知道過年那幾天那個噴多可怕嗎？沒有人要走噴哦，沒有垃圾車要出來哦。你如果不想要在你家過年的時候就是臭氣熏天的話，那我覺得不管你是站在為了大眾環境啊，或者是你站在個人自私的立場、懶惰的立場上，那廚餘機這東西我個人都是蠻推薦的。好的，那就是以上這集玩物喪志好朋友阿萊斯給大家的一些避雷跟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嘗試用看看的好物。你還有沒有買過什麼就是超雷的產品，或者是就是你覺得這個東西買起來超棒的，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給我們一些建議跟想法。那就下禮拜再見啦，拜拜。你知道聽說現在很多縣市政府都有補助，台中也有補助廚餘機哦。我們台中市補助5000多塊哦，80%的人都沒有申請過，都還有機會，就是因為大家都想說申請完了，大家都沒有去申請。有人沒有附保固卡啦，有一些人什麼申請資料沒附好啦，或者是戶籍根本不是台中人，跑來台中申請嘛，莫名其妙。我繳稅繳這麼多的錢，讓你這邊省錢，我覺得大家可以趁這一波試試看。你如果拿到補助的話，再告訴我。沒有補助的話，你可以超認真補助。加會員便宜啦，以後沒這個價錢，我跟你講，要不是以前我們幫空氣清新賣得很好，沒有這個價錢啊。各位超認真頻道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本月我們的超認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這些。